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潮。今天用鸡蛋和三明治给大家做一道非常好吃的营养早餐。这样做出来的早餐营养丰富，而且做出来也特别的香。只要2个鸡蛋，2块三明治，让你吃到不一样的味道，而且这样做出来营养又美味，非常的好吃。这种做法肯定好多人都没有吃过。下面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样制作的吧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打入4个母鸡蛋。鸡蛋的数量也是根据家里的人数来定的，如果家里的人口多的话，可以多准备一些。鸡蛋打入小碗里面，然后用筷子将鸡蛋搅拌均匀，把鸡蛋搅拌成鸡蛋液。今天的鸡蛋我们要搅拌均匀一点，细腻一点，这样做出来才非常的好吃。鸡蛋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朵新鲜的生菜，生菜的数量也是根据家里的人数来定的。今天我就准备了4个人吃的，所以只要1颗生菜就足够了。我们把生菜的根部切掉一点不要，然后用手把生菜给它打散开。生菜本身就可以生吃的，所以我们散开以后一定要把生菜洗干净。全部散开之后放到大一点的盆里面，加入1小勺食用盐，然后倒满1大碗清水没过生菜，再下手把生菜给它清洗一下，因为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能把生菜表面的脏东西和虫卵清洗得非常的干净，所以我们清洗生菜的时候要一片一片给它清洗，也可以用流动的清水将它清洗干净。生菜我们一片一片清洗干净之后，将它控水拿出来，放到另外一个清水里面，再一次把生菜给它清洗干净。经过我们几次的清洗，生菜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使用了。生菜全部清洗干净之后，将它控水捞出来，放到竹筐里面备用。接下来起锅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准备几块夹心的面包，把面包放到锅里面给它煎制一下，把面包煎至2面金黄，把面包煎制一下会特别的香，而且吃起来的口感也特别的好。大概煎制1分钟之后，我们将它翻一个面，把另一面也煎制1分钟左右。哇，现在我们就闻到香味了，面包已经煎得非常的香了。把面包开小火煎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煎至2面金黄之后，将它夹出来，先放到碗中备用。如果这个面包喜欢吃，我们可以多煎一点，放到冰箱里面储藏起来。面包放凉之后，用刀将它切成2块，切成2块之后方便我们下一步的操作。因为面包有一点大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切小一点，切成像我们手中这样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。接下来准备一口锅，用小刷子刷一层薄薄的食用油，然后把打好的鸡蛋液淋上薄薄的一层。这里我们要开小火，不要开大火，把鸡蛋液慢慢用小火给它烤一烤，把鸡蛋液烤成像快要熟的时候，把切好的面包放到鸡蛋液上面，然后准备一点奶酪放到面包上面，再挤上一点番茄酱，这样就特别的好吃了。再放一片生菜叶，这个时候把煎好的鸡蛋给它折起来，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折整齐一点，防止它散开。折的时候稍微用筷子给它压一压，像这样子就非常的好了。如果没看清的，我们再做一个。开小火把鸡蛋液慢慢的给它烤一烤，将鸡蛋液烤熟，
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伸出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与鼓励。同样像那样的操作，我们把烤好的鸡蛋液，把鸡蛋液给它铲一下，防止它粘锅，全程开小火就可以了，不然可能会烧焦。然后用筷子将鸡蛋液折起来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！将它四面都给它折起来，这样做出来就非常的好看，而且好吃。折起来以后，我们再翻过来给它煎制一下，把另一面也给它煎制一下，煎熟，全部煎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全部给它叠起来，放到碟子里面。把所有的早餐饼都按照这个方法做，这样做出来的营养早餐饼真的是非常的好吃。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早餐饼，比早餐摊上做的还要好吃。前面2个做没有放葱花，如果喜欢吃葱花的也可以放点葱花，这样做出来真的是非常的香。再加入一点奶酪和番茄酱，如果不喜欢吃的也可以不放。再把生菜叶盖到上面，把鸡蛋饼给它铲一铲，防止它粘锅。鸡蛋饼熟了之后再给它折起来，把里面的蛋糕给它包起来。这样做的早餐饼小孩子特别的爱吃，我家小孩天天吵着要吃，今天我就多做了几个。如果大家喜欢吃的话，可以多做一点，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存放起来，想吃的时候只要拿出来吃就可以了。而且这样做出来的里面有牛奶，有番茄酱和蛋糕，真的是特别的有营养。如果小孩上学来不及做饭的话，吃上一个面包鸡蛋饼就足够了。而且这样做出来的营养真的是非常的丰富，这样做出来不管是老人和小孩都特别的爱吃，而且营养又美味。像我这样做出来的鸡蛋饼比早餐摊上做的要有营养，主要是自己做的干净又卫生。我一般都是晚上做好，小孩子上学的时候只要放到蒸锅里面蒸一下，早上就可以吃了。主要是这样做的早餐饼价格也非常的便宜，成本不到5块钱就能做一大盘。我们用刀给它切一个来看一下，哇，真的是太美味了。如果大家也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